第一课，克服挑战。探讨我们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挑战固然令人畏惧，但也蕴藏着机遇。没错，关键在于确定我们的出发点。没错，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对形势进行清晰的评估。这很有道理，理解问题至关重要。一旦我们理解了它，我们就可以集思广益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。我喜欢这种方式，合作可以带来创新想法。的确如此，不同的视角往往能揭示隐藏的解决方案。我们该如何确定应对挑战的优先顺序？优先排序至关重要，我们应该首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。这是明智之举，这有助于避免感到压力过大。此外，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。积极的心态可以激发我们克服困难的动力。没错，庆祝小小的胜利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。我同意，每一步进步都值得肯定。此外，寻求他人的支持也很有益处。支持可以带来新的见解和鼓励。我重视团队合作，尤其是在面对挑战时。我也是，我们携手就能度过任何风暴。让我们承诺在各自的努力中互相支持。当然，我们应该把挑战视为成长的契机。我们将携手把困难变成垫脚石。第二课，一起健身。很高兴在健身房见到你。你打算做力量训练吗？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你也想把这个加进去吗？没错，力量训练与有氧运动完美互补。我同意，它能增强肌肉，提高整体健康水平。你喜欢做哪些具体的力量训练动作？我喜欢使用自由重量器械，它们用途广泛。自由重量训练太棒了，但我更喜欢阻力带。阻力带对于增强柔韧性也很有帮助。没错，它们可以用于各种锻炼。我们应该一起制定一个平衡的作息计划吗？好建议，我们可以交替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。我喜欢这种方式，它让事情变得更有趣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在锻炼时互相激励。没错，有个健身伙伴会让一切都变得更有趣。你试过深蹲和硬拉之类的复合运动吗？是的，它们效果显著，而且可以锻炼多块肌肉。我同意，它们对快速增强力量也很有帮助。我们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些健身目标吗？是的，
设定目标能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投入。或许我们可以争取每周增加负重。听起来很有挑战性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我加入。太好了，让我们一起追踪进展吧。我很期待看到我们能取得多大的进步。第3课，超越外表。我明白了，人不可貌相。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。第一印象可能会误导人。没错，仅仅因为某人不符合我们的预期，就讨厌他们，是不公平的。没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经历。是什么促使你思考这个问题？我最近遇到一个人，起初看起来很冷漠，但后来发现他非常友好。这就是个绝佳的例子。有时候人们只是害羞而已。是的，他们需要时间才能敞开心扉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给别人机会展现真实的自己。当然，它丰富了我们的互动和友谊。你有没有误判过别人，事后后悔过？是的，我曾经刻意回避过一个人，结果发现他非常善良。这很常见，它提醒我们要更加开放包容。当然，我们都应该被信任。我同意，了解他人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。此外，朋友关系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没错，不同的视角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。你用哪些策略来更好地了解一个人？我提出开放式问题，并积极倾听他们的回答。这真是个好方法，这表明了他们真正的兴趣。是的，人们都很感激别人花时间倾听。我会记住的。鼓励对话有助于增进理解。让我们一起练习在人际交往中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。第4课，发现新爱好。你说的对，我期待着探索新的爱好。太棒了！你打算培养哪些爱好呢？我正在考虑尝试一下陶艺。陶艺听起来很有趣，你以前做过吗？不，我还没有，但我发现它很有意思。没错，捏陶土真的很有疗愈作用。没错，而且我还能创造出美好的事物。你还有哪些其他爱好？我也考虑过摄影。摄影，那可以让你捕捉精彩瞬间。是的，我喜欢大自然，拍摄大自然一定很棒。我觉得你以后会成为一名很棒的自然摄影师。谢谢。你呢？有没有什么新的爱好想培养？我一直在考虑学吉他。
太棒了！音乐能给生活带来欢乐。是的，我一直都想弹几个和弦。你绝对应该去试试。好的，或许我们可以互相支持彼此的新爱好。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计划，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学习。我太想去了，那会是一次很有趣的体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一起上陶艺课和音乐课，该有多有趣啊！就像每周都有艺术音乐节一样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拥抱这段创意之旅吧。祝愿大家拥有新的开始和精彩的爱好。当然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这段冒险之旅了。第5课：精明购物。在这样的市场购物时，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我完全同意，选择供应商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没错，如果感觉不对劲，最好还是离开。这是个明智的建议。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不良商家的故事。是的，观察质量和清洁程度的迹象至关重要。你会具体关注哪些迹象？我检查了产品的新鲜度和供应商的摊位布置。这很有道理。井然有序的摊位通常体现出专业性。此外，我还会关注供应商如何与客户互动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友好且知识渊博的商家会让人感到放心。如果他们愿意回答问题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我会在做出选择时牢记这一点。记住，也要相信你的直觉。没错，如果感觉不对劲，那很可能就是不对劲。没错，我们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，也应该把安全放在首位。非常感谢您的见解，这会帮助我更明智的购物。携手合作，我们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支持优秀的供应商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安全的享受逛市的乐趣吧。祝您购物愉快，找到心仪的美食。第6课：探索柳溪。我最近发现，威洛布鲁克距离这里大约1个小时车程。哦，我听说过，那里有什么可看的？它以美丽的公园和迷人的市中心而闻名。听起来真不错。您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公园吗？是的，柳溪公园拥有风景优美的步行道和迷人的湖泊。一个湖泊，我能想象那里该有多么宁静。确实如此，你甚至可以在那里租脚踏船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喜欢在水上活动。公园内还设有野餐区，供您放松身心。我喜欢野餐，那将是度过一天的完美方式。当然，而且附近还有当地的小吃摊。卖小吃的，
这下我感兴趣了，他们都卖些什么呢？他们提供从美味三明治到自制甜点等各种美食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很想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。周末这里还有农贸市场。农贸市场，我喜欢新鲜农产品和手工制品。这里是结识当地工匠并品尝他们产品的好地方。我能想象到那里的气氛该有多么热烈。它确实为这座小镇增添了魅力。我们这周末要不要计划去那里玩一趟？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让我们列出我们想要探索的内容吧。是的，我们也应该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。第7课，历史之旅。你知道吗？1780年，弗吉尼亚州的首府迁到了里士满。我没有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威廉斯堡之后发生了什么？威廉斯堡失去首府地位后，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镇。真有意思，这肯定对小镇的风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。确实如此，它从一个繁华的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较为安静的社区。迁都的原因有哪些？里士满的地理位置更加中心，交通也更加便利，对许多弗吉尼亚人来说都是如此。这很有道理。对于首都城市来说，交通便利至关重要。是的，里士满在贸易和国防方面也拥有更优越的战略位置。我能想象这些因素在当时有多么重要。对于威廉斯堡的居民来说，这一定是一次巨大的转变。我想知道他们对失去首都地位作何感想。有些人可能感到失望，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欣然接受了这种变化。改变或许艰难，但也能带来新的机遇。没错，里士满成为了商业和文化中心。历史对我们的城市和城镇的塑造作用令人惊叹。是的，参观这样的地方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。我同意，学习历史能让我们与自己的根源建立联系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的历史故事吧。第8课，糕点的乐趣。牛角面包太好吃了，你吃过刚出炉的吗？哦，我太爱牛角面包了，它们酥脆又香浓。没错，第一口的味道真是无与伦比。我同意，它们入口即化。你试过里面放巧克力的吗？没错，巧克力羊角面包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美味。我每天都可以吃，永远都不会腻。听起来像做梦一样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去的地方买？市中心有一家面包店，他们做的羊角面包最好吃。我去看看。这家面包店叫什么名字？它被称为黄金脆皮，你一定不会失望的。
我一定会把那里列入我的旅行清单。他们家的咖啡也很美味，和糕点搭配起来简直完美。咖啡和牛角面包，这绝对是绝配。没错，你可以坐在那里享受一个轻松的上午。听起来很棒，我喜欢氛围温馨的咖啡馆。我也是，这样体验更有趣了。我这周一定要去黄金脆皮餐厅看看。你应该去尝尝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你对他们家羊角面包的评价。我会通知你，也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。真是个好主意，祝愿大家享用美味的糕点，并有好友相伴。第9课，尊重合作。当然可以。首先，让我们同意在整个过程中互相尊重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尊重是任何成功合作的基础。当然，它让我们能够公开、诚实的沟通。我同意。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这种尊重？我认为积极倾听至关重要，我们必须真正理解彼此的想法。是的，倾听表明我们重视彼此的意见。此外，我们应该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。建设性反馈至关重要，它有助于我们成长和进步。没错，我更倾向于关注解决方案，而不仅仅是问题。这真是个好心态，它能营造积极的氛围。我们也应该避免在讨论过程中互相打断。是的，让对方把话说完就是尊重的表现。我们是否应该为我们的角色设定明确的期望？明确预期有助于避免误解。我同意，这样能让我们双方都承担起责任。我们是否也应该安排定期例会来讨论进展情况？听起来是个绝妙的计划，它能让我们步调一致。很高兴我们意见一致。我们携手合作，就能创造一个相互尊重、高效工作的环境。祝愿我们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成功的合作。当然，我很期待我们能一起取得怎样的成就。第10课，选择合适的酒店。计划旅行时，选择合适的酒店非常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评论确实能让你对酒店的品质有所了解。没错，阅读顾客评论可以揭示优点和缺点。你查看过这家酒店的评价吗？我去过，大多数客人都称赞这里友好的员工和干净整洁的环境。这是个好兆头，保持清洁卫生始终是我最重视的事情。我也是。你觉得这个位置怎么样？地理位置似乎很理想，靠近主要景点。没错，这样可以节省我们游览城市的时间。
配套设施如何？有什么亮点吗？酒店提供游泳池和健身房，这算是一个不错的额外福利。我喜欢游泳池，观光一天后，在泳池里放松身心，真是太棒了。当然，而且健身房还能帮助我们在旅行期间保持活力。你注意到他们是否提供早餐吗？是的，很多评论都提到提供免费早餐，这很棒。那肯定能帮我们省下不少伙食费。没错，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开展更多有趣的活动。我也很欣赏那些客户服务好的酒店。在我看来，客户服务对用户体验的成败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友好的员工能提升我们的入住体验。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评价来最终确定选择？是的，这家酒店似乎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。祝您假期愉快，酒店入住体验愉快。第11课，时尚配饰。我想，我们这里有一条蓝条纹领带，您想看看吗？是的，我很想看看。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。就是这个，你觉得这个图案怎么样？条纹设计非常优雅，增添了一抹亮色。我同意，它非常适合正式和休闲场合。没错，你可以穿着它去上班，也可以穿着它参加晚宴。手感如何？毕竟面料很重要。摸起来柔软顺滑，穿起来肯定很舒服。我觉得它能搭配很多衣服。你会用它搭配什么呢？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会非常好看。是的，或许再配一套海军蓝西装就更完美了。听起来真棒，我已经能想象出整套搭配的样子了。你想试试吗？我想我会去，亲眼看看肯定很棒。我很期待看到它穿在你身上的效果。豁出去了，希望它合身。我毫不怀疑它看起来会很棒。感谢您的信任，让我来查一下。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最终效果。第12课，如何放松？我发现跑步真的能帮助我放松身心，清空思绪。听起来真棒，置身大自然中确实令人心旷神怡。没错，跑步的节奏本身就具有冥想的作用。我同意。你最喜欢跑步的哪一点？我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和清新的空气。新鲜空气令人精神焕发。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跑步路线？是的，我经常沿着河边跑步，风景很美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也喜欢沿着河边散步。散步也很棒，它能让人有更多时间思考。
当然，我经常利用散步的时间思考一天中要做的事情。还有哪些活动能让你放松？我发现，像徒步旅行这样的户外活动能让人非常平静。徒步旅行太棒了，它既能锻炼身体，又能探索自然。没错，每条徒步路线都能带来全新的冒险和视角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喜欢的徒步地点？是的，附近山区有一条风景优美的徒步路线。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和你们一起去徒步旅行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欣赏风景。大自然有抚慰心灵的力量。没错，这是摆脱日常压力的完美方式。让我们把多花时间在户外活动作为目标吧。第13课，公平分配奖励。当然可以，我们可以根据销售贡献率来分配奖金。听起来很公平，这样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。没错，这种方法能激励每个人都发挥出最佳水平。您建议我们如何计算这些比率？我们可以分析每位团队成员上个季度的销售数据。这很有道理，它清晰地展现了各项贡献。此外，我们在计算中还应考虑团队协作。没错，团队合作可以提升整体销售业绩，因此值得肯定。我们是否应该设定奖金的最低门槛？设定最低门槛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。同意，这能激励团队追求更高的目标。我们将如何向团队传达这种新的组织架构？我认为召开团队会议来解释我们的理由会很有效。一次会面将使我们能够回答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。没错，透明度是赢得他们支持的关键。我将准备一份演示文稿，清晰地阐述该计划。太好了，这能帮助大家了解其中的好处。我相信这种方法会激发团队更大的积极性。我同意，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成长的积极环境。为了公平的奖励和更强大的销售团队。当然，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取得好成绩。第14课，规划成功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制定更长远的计划，以提供更全面的保障。这很有道理，更长远的计划可以采取更全面的方法。没错，我们可以考虑到潜在的挑战和机遇。您认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具体领域？我建议我们明确列出主要目标。是的，明确的目标将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努力。此外，我们应该为每个阶段设定切实可行的时间表。时间表至关重要，它们能让我们保持责任感，并确保工作按计划进行。我们的计划中
还应该包含其他内容吗？或许我们应该确定我们需要的关键资源。好主意，了解我们拥有的资源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延误。那么，如何分配角色和职责呢？没错，这样就能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。沟通在整个过程中也至关重要。当然，定期更新信息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能了解情况。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潜在风险以及如何降低这些风险？是的，预见风险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应对。有了这个计划，我对我们的项目更有信心了。我也是，周密的计划是成功的基础。祝愿周密的计划和成功的结果。没错，让我们开始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吧。第15课，一起点餐。这家店的菜单太棒了，你觉得我们应该点什么？我觉得这些开胃菜看起来很棒，种类很多，可以选择。你查一下的时候，我会打电话下单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会列个清单，写下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你觉得我们应该什么都买一些吗？没错，混合口味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口味。我们是否也应该提供一些速食选项？当然，让每个人都有选择总是好事。我会问问他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特色菜。真是个好主意，特色菜通常都很美味。你觉得我们需要多少份开胃菜？或许4、5个人就足够了。我同意，我也会看看他们有没有甜点。没错，甜点是任何聚会都必不可少的。我一定会准备一些甜点。太棒了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一起享用美食。我也是，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。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会最终确定清单。太好了，让我们用美食让这次聚会成为一段难忘的回忆。第16课，公路旅行反思。你来这里的路上遇到堵车了吗？出乎意料的是，路上竟然完全没有车辆。太棒了，我还以为要等很久。我也是，驾驶体验非常顺畅，这让我惊喜不已。你几点离开的？我早上很早就出发了，大约7点钟。这是个明智的选择，清晨通常比较安静。没错，而且我在开车的时候还欣赏到了美丽的日出。日出会让旅程更加愉快。这无疑为一天定下了积极的基调。沿途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景色？是的，我路过一个迷人的小农场，里面有可爱的动物。听起来真棒！
我喜欢开车时看到动物。真是个惊喜，我差点停下来拍照。你应该去，那些时刻会成为美好的回忆。也许下次我会停下来好好逛逛。我期待听到你未来的冒险故事。谢谢，我一直很乐意分享我的经历。你近期有计划进行更多公路旅行吗？我正在考虑下个月去山区旅行。听起来真棒，这个季节的山景很美。是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徒步旅行，欣赏沿途的风景了。祝愿未来旅途更加精彩，一路顺风。